欢迎收看第1085期北京不静音。这两天非常有意思，我们看到中共的内宣在国内欺骗那些没有办法翻墙的中国人说伊朗赢了各种赢麻了。那中共的外宣在海外的他不敢把这个谎话说得这么直白所以呢，他们用的话术是说美军将深陷在伊朗这个泥潭里那么美伊这场战争有可能最终会烂尾说特朗普是一个这个烂尾地。那实际情况我们都看到了，这场战争伊朗赢不了，美军也不可能深陷在这个泥潭里。为什么？因为这场战争的目标定得非常的精准。美国不是说要去派地面部队推翻这个伊朗这个政权，然后帮助伊朗人民维持秩序再搞出一个新政府，再过渡多少年。像之前在伊拉克、阿富汗的时候，美军所做的那些举动不一样的。美军这次就是要狂轰滥炸，把所有他认为对美国造成威胁的这些潜在的核武器这些导弹、这些专家，包括这个神棍政权的这些统治层高层全炸死，结束。目的就这么简单。炸烂了之后，伊朗人你够不够勇敢，够不够睿智去重新建立你自己的一个新的国家，那是伊朗人民的事。所以什么叫伊朗无条件投降呢？这两天有一个伊朗自己提出来的停火什么停战协议条件，这都是扯，他没有资格提。伊朗什么时候叫无条件投降，也不是他主观说出来就算了，是由美国这方面单方面来判断的。就是美国炸到他认为战前的这些目标全达成了，伊朗你对我不再是威胁了， OK， 鸣金收兵，我不炸了，这场战争结束，由我美国完全说了算，这就叫你伊朗无条件投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美国有多自信。上个月2月20号吧，特朗普就单方面宣布了3月底4月初要访华。那中国这边不敢应这个话，是吧？为什么？要面子。但是美国政府不看重这些东西要的是最实际的利益。很多人在看了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局势之后认为现在的美军配合着这个 AI 的能力可以处理海量的全球信息，然后精准的打击对手，说他已经没有敌手了没有人是美国的这个对手，是吧？是这样的。但是这不代表说美国有意愿要去推翻中共的统治，帮中国人去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这也不一定符合美国的核心利益。有可能有一种情况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就是一个听话的中共，乖乖的统治着中国人造这些人口红利的优势低人权的优势继续在全球的供应链里充当一个低端的世界工厂的角色。这样的中国其实是符合美国利益的。那问题来了，中国习近平当局现在会不会摆正自己的这个位置然后重新变成一个至少表面上服服帖帖的乖乖听话的这么一种存在呢？那我们来看看过些天特朗普会不会顺利的访华。现在中国国内的舆论是造势就说这个美军深陷伊朗的这个战局所以呢有求于中国所以特朗普特别着急要求访华中国还在考虑底下在谈一些条件，只有美国同意了，美国低头了屈服了，中国才会允许特朗普去访华，而且只允许他在北京那一个地方停留1天，就又在搞这个阿 Q 式的自嗨但其实我们看到中国手里没有牌，
美国实际上是拿着委内瑞拉和伊朗这2场极其漂亮的这个胜利摆在中共面前，让你跪下，或者说让你重新跪下，汪汪的较量声，不要再嘚瑟了，收起你对台湾甚至对整个全世界的这种野心。那其实摆在中共面前2条路，或者说摆在习近平面前2条路。一条路就是收起野心啊，跪下，听话。那这样你可以苟延残喘很多年。当然，这样对中国人不一定是好事。那你就是说，没有外部的压力是没有办法推翻中共统治的，所以你就要继续的忍受啊。可能你这一代、下一代都还要继续忍受中共的统治，直到他自己玩完。那如果他不往外折腾，以他现在的体量，他还是能够，你说回光返照也好，苟延残喘也好，可以持续很多很多年。这对中国人而言是个噩梦，但是没办法，没办法。无论美国还是整个世界上的其他力量，人家没有义务去付出那么大的牺牲，帮助你推翻中共的统治的。那当然了，在中共面前还有第2条路，那也是习近平很有可能去铤而走险去选的，那就是误判这个形势，侥幸心理觉得和美国有一战之力，必须要把台湾拿下，去赌这个事情，他们不是做不出来。那么我在这里说一个前瞻性的话，就是其实这场战争也不用打，中美谁会赢已经非常显而易见了，中国没有赢的可能性，1%、0.1%、0.001%的可能性都没有，一定败，美国赢定了这个事情。所以这样2种情况我不知道你更喜欢哪一种。对于中国人而言你是喜欢共产党不敢打台湾，不敢跟美国硬碰硬的，然后就跪下了继续想回到原来这个世界工厂的地位，但是呢，中国人会继续的被中共统治1代、2代、3代人。你是喜欢这个结局呢，还是你喜欢习近平就铤而走险的发疯的就这么干了，然后打一场必败的战争，最终全中国人来为这个结果来买单？可能混乱很多年，但是也是一个推翻中共的机会，你有可能会迎来一个真正的新中国。你想要哪一种可能性呢？我不知道答案，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们知道没有一帆风顺的路，这2条路都充满着荆棘，对于中国人而言。好我就把话放在这儿，也欢迎打脸，但是我觉得特朗普月底月初会顺利的去访华，然后中共那边肯定是宣传自己又赢了，又赢麻了，但实际上这个腿这个膝盖已经跪肿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局面。感谢收看、订阅、分享。